今天楼上一桌客人让我给他做一个红烧大鹅，要求是特别能吃辣，但是千万不要放鸡精和味精，用原始的农家烧法。这是老鹅子个，老鹅拱了，拱了是。别大了。153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谭光灿。今天呢，花153元买一只大鹅。楼上201包房的客人定制红烧大鹅。那个微信我用不懂，我都做不懂。小红围裙。这是阿姨拿过来的，拿过谁拿过来？首先呢，我们先将老鹅分割剁块，先把它的四肢以及鹅脖子全部卸下来。再将它分割剁块，剁的块的大小呢，要根据自己的喜爱啊。咱们这边呢就剁的大一点。剁好的大鹅呢，咱们给它放在清水中呢清洗2遍。第一呢是清洗里面的血水，第二呢就是剁的时候呢，它会沾一些木屑，也就是刀板的木屑在里面，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它洗干净啊。洗个2、3遍，我们将它放在漏勺中控水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准备一些烧鹅的基本大料，这里呢是葱姜，都是提前切好的，还有蒜头，蒜头呢不要和葱姜放在一块儿，因为要分开用。八角、花椒、干辣椒，还有2片白芷。这里是切好的红的小米辣椒，等一下呢，咱们再放一点青的啊。大蒜和葱姜为什么要分开来放啊？等一下呢，咱们再给大家讲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点火起锅，将锅烧热以后，再加冷油进去，不停的转动润锅啊。这一步是最有效防止食物粘连锅底的方法之一。不管你在家炒还是酒店炒，这个方法是最有效的。再将锅中的热油呢烧至冒烟，然后倒出。要想鹅肉烧出来金黄好看，一定要加菜籽油。这个菜籽油呢，一定要先把它烧热啊，也是烧至冒烟，要不然呢，这个菜籽油呢它有异味。一定要到这种冒烟的状态啊，咱们将这个鹅肉直接加进去，然后呢，咱们不停的煸炒，将鹅肉里面的水分一定要炒干。这一步非常重要啊，要想鹅肉炒出来干香、好吃、有嚼劲。这一步呢，咱们一定不要偷懒，锅里的火给它开大一点，然后不停炒。正常的啊，像这一只大鹅，我们至少要炒5分钟以上。如果是家庭的煤气灶来炒的话呢，要炒10分钟以上。那么到底要给它炒到什么样的程度算为好，算一个标准？鹅皮上面呢有少许的焦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咱们加入辅料，首先呢是葱姜、八角、花椒、干辣椒、白芷全部加进去，然后再次翻锅，不停的煸炒，将这个葱姜还有八角、花椒、干辣椒、白芷的香味给它全部炒出来啊。那么接下来咱们调味啊，先加半勺生抽，加这个生抽的目的主要是增加底味，还有调色的作用。大火顺锅杯溜入，简单的翻炒，将生酱油的味道炒出去。其次再稍微的来点老抽，主要是上色，再加一点盐，增加底味，用1小块白糖可以提鲜。然后呢，我们加入清水。这个水的量呢，一定要和这个鹅肉呢保持一平。之前教大家做的红烧大鹅呢，都是加水硬烧的，那个时候呢加的水会多一点。现在呢，楼上的客人呢在等着吃，所以呢就不能再硬烧了啊。硬烧的话，最少要1个半小时。所以呢，我们大火烧开以后，将糊沫打出，再把它盛入高压锅中。有人说高压锅压出来的鹅肉不好吃。其实呢，我们做这个也很难。如果硬烧的话呢，时间不够；提前烧好的话呢，不新鲜。所以呢，就只能用高压锅来压制。高压锅上气以后呢，大概压制18分钟。具体压制的时间呢，要根据你的老鹅的大小以及老嫩程度来自己判断。18分钟以后呢，我们将老鹅倒入锅中。怎样来判断这个鹅肉有没有熟啊？我们用手去捏这个鹅肉。
翅膀这一块是最硬的，能捏动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为了出品好看，做出来呢不会乱七八糟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用筷子先将里面的葱姜全部挑拣出来，然后再用细的漏勺抄底，将底部的料渣全部把它捞出来，只留下干净的鹅肉以及鹅汤。下一步呢，我们开大火收汁。锅开以后呢，就可以把蒜子先加进去了啊。为什么前期蒜子不加进去？如果蒜子加早的话呢，它在里面就已经烧烂了，所以在后期收汁的时候呢，加最好。当锅中汤汁呢已经低于鹅肉2厘米以上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将这个青红小米辣椒加进去。能吃辣的咱们多加，不能吃辣的少加。这个客人特别能吃辣，所以呢我们多加一点。为了出来的成品油亮好看，再加一点葱油进去，增加葱香味的同时呢，也可以提亮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把锅底的火开大一点啊，然后不停的翻锅，将锅中的小米辣椒烧至断生，即可以出锅装盘。那么这样一个非常好吃的红烧大鹅就制作完成了，不添加任何鸡精味精。咱们在家做呢，需要注意以下几点。第一呢，就是鹅肉的分割可以交给摊主来处理。其次呢，就是分割好以后一定要清洗2遍，然后控干水分。第三呢，就是下锅煸炒，一定要将水分炒干。最后呢，我们到底要不要用高压锅，你们自己决定。用高压锅的好处是节约时间，加水硬烧的话呢是比较好吃。最后呢，要想吃红烧大鹅，一定要提前联系我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呢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，请给我点个赞，加个关注，谢谢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